这几十年的这种飞速的变化，真的我们可以完全把小时候命脉的东西、文化的基因的东西跳开割裂，就是这角色身份也好，完全的抽离。大学期间已经有在学琴，我的老师就转引了一个笑话，那个时候我就让我对我学的专业的价值观产生了根本的怀疑。就算我这个产品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流产，你不管什么方法，你都要得把它给搞人见人爱。那这东西一直困扰我，很无助的，没有人会光明正大跟我说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从前的工作在全国调研各个门类民间的手作者的这种经验，那它会让我非常直面在荒山乡间不为人知道的地方，每一个专题的这种展览，它其实打开了我新的世界。你可以看到这些90多岁老头老爷爷，他的旁边的这个房子就是摆着他的棺材，长寿眉都遮住眼睛，老到你根本以为他行动不便了，旁边就也是90多岁的老婆在旁边那里坐的，像一个弥佛一样的。我们请他把他的工具一摆到他堂屋里边，哇，他眼神就有光了，哇，那个编竹帘子的那种珠子在他手上，哇，就像兰花指一样繁飞，太神奇了。做了至少大半个月吧，连他儿子这个东西是过时的，一张竹帘子拿来抄纸做手工纸的这种工具才400块钱，我手都像干涸的田一样爆的啊，到处都是血。他没事，他就是这样过来的。哎呀，我们就非常感动，他给我的震撼非常大，把那个搞好了一端到北京这空间去，给所有人看，很感动，流眼泪啊！好多人说，哎呀，太感谢你了。小时候我奶奶也这样子，曾经帮我手纳过一对鞋。我是11年从北京辞职回来，就全身心投入，全身心的做这个角色。它是沉闷或是枯燥，做一些比较重复的一些事情，这种选择就会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读书的时候有机会参加了一次这个南华寺夏令营，叫禅乐行，就为7天，刚好有这个机缘，我是去了夏令营禅修。那佛学院的法师他在讲座的过程中，我突然间明白，哦，原来我学的专业可能是有原罪的。三氯氰胺也行，辣椒酱啊，苏丹红，管它呢，卖掉就行，而且我赚的广告费。但是我是为了摆脱这个职业带来的这个模式，甚至我厌恶了。再有一次晚饭后，佛学院的法师就说，打七有坐香跟走香，静跟动它其实是一个事情的两面。一个人绕着佛陀为中心来走的时候，其实跟你坐在坛榻下面打坐它是一样的状态。有一次突然间我就明白了，是可以入定的，突然间就透明了一个状态，做所谓看起来很枯燥的事情，工作状态还有生活的并无二致，它是一体的。因为我在广州读的书，3号线去珠江新城，所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被那地铁保安员用力的推进，是挤成一团，非常挤，沙丁鱼一样的。我心里面就发狠了，我不可能来京城干活的工作的。那你怎么办？它其实这个摆在我人生的前面的一个问题，大问题，忙到我最后我躺在这个宿舍里边，我不知道我头还在眩晕中，最后我就有点迷茫了，因为忙起来干嘛呢？为了啥，对吧？像琴制作它也是滋养了我。其实我在做琴重复的动作过程中，很重复很简单，但是反而它让我很充实，那我就觉得很值得。手作从业者经过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很纯粹的从事这一块的人，他是很有信心的。说白了，古琴它是一个神经被扔到角落过，某种程度来说，我是逃离了原来我该有的岗位，
其实做琴它真的像一个行为艺术，你真要享受的过程，你就是用生命来堆积这张琴，你就是要拿生命跟它耗的。它的步骤太多了，漆工就是磨人。首先大漆的干燥，它就很看天时，湿度不对，你怎么做，感觉效果都不如天然的湿度快速的效果。所以我们是看天吃饭嘛。秋冬天干燥的时候来做木工，来年的4、5月份开始，这个雨水回来了，温度湿度起来了，那我们就做大漆。它的2片不一样的木材合成一体之后，最难的就是这个弧度的处理，以一个容错率毫米来计算的，都要用时间来观察它。我很乐意参与到这个构建里边去，因为我知道人生命太短暂了，那你可以真正的沉潜到这个里面去，少部分琴它能够进入历史的流转过程中。那我觉得我的生命被物化了，滋养它其实是非常深的，所有的东西都促成了我今天的一个状态。专注在里边，那你能够在精神生命体悟上面有得益。做琴这个事情，它有种像暗线的延伸一样的，莫名其妙的来个很亲切聊得来的人。琴友里边文化底蕴啊、性格啊，或是一些观点，都对我有裨益。我觉得这个太好了，他就是帮我筛选了，我不需要这么多跟生命状态没有关系的信息。我自我不自私吧，它琴不仅仅是琴了，而不是架起来的。我们弹琴里面也要松弛，不是紧张对抗状态。通过琴一个桥梁，认识到所有人事，你都让你自己相对来松弛。因为绝大部分人从事城市的职业，他是没有自由可言的。无论是夫妻双方、父母，甚至小孩，都被你的工作生命的状态捆绑了，没办法很轻松的去看大自然，去看外面的真实的自然的美，可以不被城市绑架了。最直接的一个福利就是我们可以错峰出行去旅游，走到乡间，走到野外，走到很多景点，它就像包场一样，那值了。3、5好友就在这里弹弹琴、聊聊天，吃瓜子，做个柴火鸡，这种快乐，这种真实的快乐，很多人都没办法有机会感受到。走进山里边做琴也好，一种理想的回溯，但是它又表明了我的生活态度，我争取自由跟快乐的在山海之间来回。这种是我生命的体验的一种快乐。像这个大哥大姐啊，事业有成的人来这里看，他很佩服我们这几个人在这里工作，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问：你们真喜欢这里吗？太苦了，你在所谓的主流里边，他没办法理解你，他会认为很可怜。但是我是很开心啊，因为你没办法改变所有人，但是你的生活的生命的状态，某些人窥见跟知道了，原来这个是另外一种世界。我们就是站在时代的一个牵扯底下，海量信息里面跟一个选择诱惑里面，你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假的。我们80后能够安放自己，让自己真实的面对生命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能够接近，那就很好。